大家好，欢迎来到嘉兴科技改变生活，我是嘉兴。上一期视频里和大家分享的 Codex 零基础入门实战反响很不错，后台小伙伴很多都问我有没有1分钱都不花，我想部署个本地模型 Codex 能不能用？没问题，必须安排。今天我就手把手带大家1分钱不花，把大模型装进你自己本地的电脑里，断了网也能帮你跑 Codex。 这期内容首先用到的就是能够部署到本地的开源大模型文件 llama.cpp， 然后就是这期内容的主角 Ollama， 翻译成中文也叫羊驼，没错，就是大家熟知的生了气会朝你吐口水的草泥马。大模型文件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堆存储在硬盘上的静态数字矩阵，它自己不是软件也不是程序，就像是一个几十 GB 的电影文件。如果你没有视频播放器，这个电影文件就只是一堆的死数据，根本播不出来。所以不管怎样，你必须得有一个类似于播放器的东西去加载这个数字权重文件，无外乎2种方式。第一种，找别人写好的工具，类似于 Ollama、LM Studio 等。第二种就是你会编程的话，自己手写一个脚本。而这类工具，比如 Ollama，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运行大模型的播放器的壳子，用于加载开源大模型的一个平台。既然里面的模型都是别人开源的，为什么它能够火成了这样？那是因为他把所有最恶心、最繁琐的脏活累活全部给打包解决了。我们把 Ollama 这个壳子拆开来看的话，核心实际上就做了下面这3样东西。一，它是一个极简版的模型迹象管理器。你试想一下，在没有 Ollama 这个壳子之前，你想在本地跑一个大模型，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先去 Hugging Face 这类开源模型网站上找模型，面对几十个长得差不多的后缀为 GGUF 的文件，纠结半天不知道下哪个。下载完了还得自己写提示模板，格式一旦没整对， AI 就开始胡言乱语。那么 Ollama 到底做了啥？它其实学了 Docker 的那种做法，建了一个模型商店，你只要敲1行命令，它就在后台自动判断你的电脑配置，自动选择最合适的量化版本，自动下载，自动把配套的提示词模板贴好。2，它是一个动态内存调度源，这个才是它技术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功能。如果你直接用底层的 llama.cpp 或者自己写 Python 脚本启动模型的话，模型会死死咬住你的显存或者内存不放。你想去剪个视频或者打个游戏，对不起，内存满了，电脑直接卡死。那么 Ollama 做了啥呢？它在系统后台常驻，像个管家一样盯着。假如当你有5分钟没跟 AI 绘画了，它就会默默把模型从显存或者内存里卸载掉，把空间腾出来，让你流畅的干别的活。当你想再次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它又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模型重新加载进来。3，它是一个标准的翻译官，也就是 API 适配器。绝大多数好玩的 AI 软件，比如这次我们用到的 Codex， 他们在设计之初默认都是往官方的接口发请求的，调用的官方的大模型。那么 Ollama 做了啥呢？他自己在本地默默开了一个服务，把大模型的原始输出包装成了标准的 OpenAI 格式接口。那些第三方软件甚至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跟一个本地的壳子说话，以为自己连的还是 OpenAI 呢。说它是壳子一点都不冤枉它，但它却用极其简单的命令把硬件加速、内存管理、镜像下载、接口包装这4个最容易让人放弃的门槛全部都踩平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明知道它是一个壳子，却依然离不开它的原因。先打开嘉兴分享的文档，在里面进入 Ollama 的官网。官网提供了2种安装的方式，一种是直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一种是下载了安装包。
我们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来安装，把这行命令复制下来，新开一个终端窗口，复制命令，直接按回车运行。运行完这行命令，欧拉玛程序就安装好了。打开安装的软件，在使用之前，我们需要下载本地模型。打开文档当中的这个网址，这个网站可以自动识别你的电脑配置，然后来选择相应的模型。如果大家电脑配置没有带过来的话，也可以根据这块来选择。电脑配置筛选好了之后，我们把过滤条件选择一下，选择这个可运行的，这样的话所有绿色的都是你的电脑可以运行的大模型，然后选择相应的大模型下载即可。除了在这个网站可以下载模型之外，还可以去欧拉玛的官网上搜索模型，点击左上角的 Models， 输入你想要的模型，点进来找到你要的模型，里面有下载命令，直接复制在终端窗口运行。在这里如果你直接用 run 命令的话，下载完了之后会直接打开这个模型的聊天窗口。如果你下载完这个模型不想直接打开聊天窗口的话，可以把这块的 run 换成 pull， 这样的话就是在后台下载模型，下载完之后把模型挂起。模型下载完之后，通过欧拉玛 list 命令查看你下载的所有模型。模型下载完之后，打开欧拉玛的桌面端，在桌面端的设置里头可以配置你大模型的下载路径，在右下角选择你下载好的模型，在这里就可以和它聊天了。除了在欧拉玛的桌面端可以和它聊天之外，还可以把下载好的模型关联到你的 Codex 里。通过这一行命令启动 Codex 的，选择你下载的本地模型，上面是官方提供的模型，下面是你本地下载好的模型，选择 Yes。 通过这行命令还可以查看你本地后台在运行的模型是哪一个。如果你本地下载了多个模型的话，后台还可以运行多个模型。如果你觉得本地运行多个模型会造成电脑的卡顿，你也可以翻到文档的最下面，把这行命令配置到你的配置文件里头。在终端窗口通过这行命令打开配置文件，把刚才的命令粘贴进来保存。编辑好了之后，通过这行命令刷新一下配置文件，配置就生效了。如果你下完之后模型发现不好用，也可以通过这行命令来删除本地的模型。后面指定模型名称，然后通过欧拉玛 list 查看一下，刚才的模型就被删掉了。还可以通过 CC Switch 的方式来配置，下次方便切换模型。供应商名称和 API key 都可以随便填。请求地址的话，填这个。填完之后点击获取模型，提示获取模型失败，这是因为我刚才把欧拉玛给关掉了。所以如果你需要调用本地模型的话，欧拉玛一定要在后台运行着。通过这行命令来运行欧拉玛，这个时候欧拉玛就被启动了。再点击获取模型，选择你想要的模型，直接点击保存，然后点击启用。如果你不想后台一直开着一个终端窗口在跑欧拉玛的后台服务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桌面端后台运行，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必须得把欧拉玛在后台运行着，因为本质上欧拉玛就是运行本地大模型的一个播放器。虽然我们不配置 CC Switch， 也可以用 Codex 调用本地的欧拉玛的大模型，但是通过 CC Switch 有一个好处，就是随时可以切换云端的模型，不用你每次都在命令行敲命令。刚才用到的所有欧拉玛相关的常用命令都可以在文档当中的最下面这个欧拉玛常用命令列表里找到。这块有个关键点再和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命令配置的是允许内存当中常驻的模型数量，而通过这个命令查看的是后台被加载的模型。当如果说你这块设置的是1的时候，通过这行命令查出来有多个模型被加载，实际上是正常现象。因为欧拉玛加载模型和卸载模型还有运行模型采用的是惰性卸载。如果还是没懂的话，可以看我下面的流程图。当 Codex 有请求的时候，模型会判断是否已加载。如果是没有加载的话，到内存中加载模型，然后再进入推理阶段。如果有加载的模型，直接复用已加载的模型，然后进入推理阶段。这个时候加载的过程就结束了。接下来进入卸载阶段，
卸载的时候先判断你配置的这个参数是否为零，如果是零的话就立即卸载，如果不是零的话，模型继续驻留在内存当中，进入缓存加载状态。而你通过欧拉玛 PS 看到的就是这个阶段。如果你实在想实现后台只能有一个模型在运行，你可以配置下面这个参数。这个命令控制内存中只能放一个模型，这个命令控制模型用完立即卸载，而它控制一个模型只能处理一个请求，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了。好了，看到这里，这套不花钱的本地 AI 编程工厂你就彻底的搭起来了。把这些高大上的名词扒干净了看，底层其实就这么点东西。只要不被那些技术黑话给吓住，普通人一样能把最新的科技拿来当工具使用。科技到底能不能改变生活，不在于你看了多少硬核教程，而在于你能不能用它帮你解决哪怕一个小痛点，用自己的电脑跑自己的模型，不花1分钱，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这个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生产力。如果在配置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了都会回复大家。要是觉得这期视频真的能够帮到你，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嘉欣，咱们下期视频见。